记住，责罚尽兴了吗？若还不解气，便再打我一会儿，莫要气坏了身子。我操，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家看小说吗？怎么穿成了那个短命炮灰沈星辰？还正好赶上他虐打夫君的名场面啊！原主本是皇太女，骄纵残暴，尤其痛恨身为世人的夫君们，尤以叶群渊为甚。如今原主已被废黜，而按照剧情，我不出1个月就会被忍无可忍的夫君们联手虐杀。旗主息怒，全渊他并非有意惹您不快，求您别再打他了。是啊，旗主，若是我们哪里做的不好，您尽管责罚我们，万万不可将全渊卖掉啊！旗主若是仍不解气，便割我的肉泄愤。只要您留下全渊，我们兄弟几个任凭旗主差遣，哪怕一起服侍您都行。等等，这反应是原主的体质在作祟，他就是离了男人就活不了的魅魔。完了完了，魅魔体质加必死剧情，这开局简直地狱难度。他们现在有多卑微，以后报复就有多狠。谢主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望您消气。太可怕了，他们眼里的恨藏都藏不住，我根本逃不掉。要不死了算了，至少不用受后续的折磨。对了，小说里的设定，夫君受魅魔契约约束，必须终身护我，不得背叛，这就是我的保命符。契约印记让沈星辰抓住求生希望，彻底打消了轻生念头。不行，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利用契约和剧情先知搏一把。魅魔体质又怎样？这些夫君再恨我，也受契约束缚，我未必不能逆转结局。你这肮脏东西，拿回去！旗主息怒，是属下逾越了，求旗主莫要嫌弃，属下愿做任何事赎罪。旗主若不解气，可责罚属下，万勿动怒伤身。原来是这样，这是魅魔契约的本能效应。原主长期靠虐打掌控他们，契约早把旗主命令和绝对服从绑死了。我不过是退回肉块，竟也触发了他们的畏惧本能。少在这里装可怜，本期主看着你们就恶心。现在立刻去荒漠里找热乎的熟食回来。限你们1个时辰内回来，找不到的话，就把你们3个煮了填肚子。是。沈星辰，你这些兽人夫君倒是耐打，可惜啊，都是些没了靠山的废物。废物就该有废物的样子。这些押送官兵看似奋力抵抗，实则早已被二皇女暗中授意，故意放水让几人逃脱，就是要让沈星辰在荒漠绝境中被自己百般虐待过的夫君们反噬，这才是最阴狠的报复。这荒漠寸草不生，连活物都少见，哪里有什么热乎熟食？他根本就是在故意刁难我们。我们是朝廷重犯，家族早已与我们划清界限，如今手筋脚筋被挑断，连自保都难，活着不过是苟延残喘罢了。与其被他折磨致死，不如拼一把，搏一条活路。二皇女是公认的最强魅魔，且素来心地善良。若我们杀了水星辰，带着他的人头去投靠二皇女，说不定能有条活路。杀了他，我能报仇。可离了魅魔的生命力进化，我和曲思雨、冷夜迟早会枯竭而死。不杀他，只会继续被折磨。只有杀了他，我们才有机会活下去。不好，他们竟然想杀了我，投靠二皇女，
还好我过来看看，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糟了，我的求生计划才刚有眉目，就被他们发现了，这下完了，真要栽在这里了。反了你们不成？本期主的话也敢违抗？方才的指令作废了吗？立刻滚去荒漠找食物！若是再敢有半句废话，或是空手而归，就把你们3个卖到边境南风馆，让你们永世不得翻身。属下不敢违抗祭主命令，属下这就去寻找食物啊！求祭主息怒，属下即刻动身。该死，前世当兽医久了，见着伤病者要倒下的本能反应，竟压过了戒备。在冷烟与楚思玉看来，沈星辰单独留下叶全渊，定然是又要变着法子对他进行特殊折腾，索性眼不见为净，尽快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场景。又要单独折磨我了，是虐打，还是……不管是什么，都只能受着。不能让他看出异样，得维持住原主的样子，先稳住他再说。瘫在这里做什么？还不快起来坐好！原主的记忆里，他本是狼族寄予厚望的少主，就因为和原主的白月光容貌有几分相似，变成了他宣泄怨气的工具。流放路上，原主更是变本加厉，殴打从1天2次变成随心所欲，全然不顾他的死活。祭主，别动不动就下跪，砂石都磨破了膝盖，谁来给我做事？我隐忍多年，并非单纯畏惧他的虐待。作为狼族少主，我肩负着延续族群的重任，与他的魅魔契约更是绑定了彼此性命。魅魔死，则兽人亡。我必须等待族中预言的神女出现，在此之前，沈星辰绝不能死。管不了那么多了，哪怕稍微违背原主人设，也得先给他处理伤口。可没有药，这伤根本没法弄，怎么办？我的诊所竟然跟着我一起穿书了！糟了，忘了小说里的设定，魅魔每隔1个时辰必须与男子发生亲密关系才能维持正常状态，此刻正是我的需求时刻。魅魔本能正吞噬沈星辰的理智，他需依靠兽人阳气续命，才能熬过此刻的反噬。该死，睡他保命的念头越来越强烈，可这是我前世的底线，绝不能变成原主那样残暴荒淫的人。又到了他的需求时刻，无非是虐打发泄，或是强制侍寝，都习惯了，静静等着就好。我犯了魅魔的通病，需吸食阳气续命，你老实忍着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按魅魔习性，发情时唯有双修才能获取最佳效果。他为何选择这种方式？这完全违背了常识，不是他的风格。往日沈星辰残暴贪婪，对叶全渊只有无尽折磨。这般点到即止、不缠不虐的举动，让他对沈星辰的认知首次出现裂痕。咽下去，这是止痛的，别废话。闭眼，敢偷看，我就撕了你的狼耳。阿弥陀佛，这是我穿书后第一次主动救人，既是为了利用契约稳住他，保全自己，也是兽医的本能，让我实在无法见死不救。祭主，你在救我，为何？叶玄渊始终认定沈星辰恨他入骨，早已做好魅魔身死、受人覆灭的准备。
这场突如其来的胃药屠膏颠覆了他的固有认知，连之前和冷艳他们约定的杀神投诚的念头也悄然发生了动摇。少自作多情，你要是死了，谁给我做事？好好躺着养伤，明天还要指望你找水找食物，听到了没？一丝微弱的信任种子，在这场反常又微妙的相处中悄然萌芽。记住，你到底为何救我？沈星辰瞬间权衡利弊，他是路痴，独自在荒漠逃亡必死无疑。魅魔契约虽有约束，但兽人对原主恨意极深，暴露真相只会招来杀身之祸。低等兽人也配探究本期主的心思？好好养伤，不该问的别问，否则……哼！安分待着，别给我添麻烦。沈星辰体内魅魔本能再次翻涌，灼热感攀升，需尽快寻找化解之法。沈星辰摸清了金手指规则，紧跟随穿越的兽医诊所医疗资源可调用。他同时想起自己的专业功底，不仅能医治家畜，兽人本质也是兽类形态，他的兽医知识完全能应对他们的伤势。回到诊所，回到诊所。虽然是跨界用药，风险未知，但总算压住了魅魔本能，守住了底线，也确认了这里能当我的安全区，总算有了立足之地。楚思玉的手腕被锁链贯穿，蛇尾都化脓了，冷艳的狐尾脱毛溃烂，伤势比叶全渊还重。他们现在恨我，可若伤势恶化被女主救下，只会把账都算在我头上，加倍报复。不能等，为了自保，为了扭转必死的结局，我必须主动出手，治好他们所有人。检测到宿主成功激活金手指并初步运用，系统花花上线啦！完成主线任务即可回归现代哦。哎呀，检测到宿主属于违规穿书，需回场接受惩罚。紧急撤离中，附赠生存指南一本，祝宿主好运呀！原来如此，女主能收服这些兽人，核心就是在他们最落魄时伸出援手。若我抢先一步救治，断了女主的机会，他们就无法成为女主的百夫团，原主被削成人棍的结局也能从根源上规避。他突然回来，还带了不知名的药膏，怎么看都不对劲。沈星辰向来是我们尾草界，怎么可能好心救我们？说不定是毒药，想让我们死得无声无息，要么就是想把我们养得好些，卖个更高的价钱，或是改善口感，省得虐打时没那么耐走。都被他们怀疑上了，得赶紧想个理由，原药膏的来历才行，可不能露馅。是追杀者。我带他突围，冷夜你断后，全员自行照料。明日正午，在100公里外的黑岩坡集合。从来没见过这么血腥恐怖的场面，这些兽人也太吓人了。别慌，魅魔体质受契约保护，可被伤不可被杀，快拿出你的锁魂鞭反击。
我没什么战力，还被他们质疑。可要是现在抛下他，之前的救治计划就前功尽弃了。想扭转他们的看法，更是难上加难。要走一起走，跑不掉就一起死。你的伤流了好多血，再不止血就麻烦了。以往他只会趁我重伤发泄或强迫我，从未有过这般真切的交集，更不会为我落泪。叶全渊之前说他给我治伤时，我还当是谎言，可眼前这一幕，楚思玉对沈星辰的固有认知，在这一刻首次出现裂痕。脱衣服，我给你处理伤口。又是这样，趁着绝境，想对我做不堪之事。就算葬身黄沙，我也绝不再受这份屈辱。过往惨痛经历让楚思玉产生负面联想，下意识认定沈星辰要借机羞辱他。消毒会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这药膏是特制的，刚开始会有点刺痛，之后就能快速止血愈合，你别担心。他的语气、动作和以往骄纵残暴的沈星辰判若两人，这份专业的救治姿态，绝不是那个草包废物能有的。难道他被夺舍了？上来，我背着你走，这样你能省点力气。那道狰狞的旧伤，是原主用锁魂鞭亲手留下的。过往的沈星辰每次见到，都会以此嘲笑或再次抽打。可此刻的沈星辰，目光扫过那道旧伤时，毫无反应，仿佛从未见过。他的反常态度，身份越来越可疑。可看着他的侧脸，鼻尖萦绕着药膏清香，我竟想咬他的小嘴。两人之间纯粹敌视的关系壁垒，在这一刻被彻底打破。快点，待会儿追兵可能会追上来。记住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会渴死饿死在荒漠里。我的尾肉您可以割来充饥，只要能让妻主活下去。胡言乱语什么？本妻主再饿，也不屑吃你这等肮脏的东西。卡的反应不对劲，以往陷入绝境，他只会因为食物难吃而对我们施暴，从不会因赃拒绝同类相食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星辰的反常举动，让楚思玉对他的身份疑云再度加重。对了，原著真相里，楚思玉身上的玄铁锁链根本不是流放时官兵所加，而是女主沈天薇暗中指使的，目的就是为了后续亲手解链来拉拢楚思玉。不若抢先一步，就能断了女主的机会。就从手腕开始，只要控制好剂量，就能抚涮锁链，还不会伤到你。闭眼，不许偷看，不然我就把你的蛇尾彻底割下来。楚思玉猜不透沈星辰的意图，连日来的反常让他无法全然警惕，再加上契约的压制，竟不自觉将信任交付出去，缓缓闭上了眼。楚思玉本以为沈星辰会借机折磨自己或做苟且之事，可感受到的只有他小心翼翼的动作，无疼痛亦无逾矩触碰。这份意外的默契悄然拉近了两人的心理距离，让他疑云浓重的心中
渐生一丝暖意。哼，七主果然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做这种事，哪怕在这荒漠绝境里，也改不了放荡本性。解炼计划被迫中断，突如其来的误会让本就脆弱的新人再度面临危机。绝不能让他们发现稀硫酸，否则解炼计划会彻底暴露，之前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吵什么吵？本期主做什么，轮得到你们智慧？现在你们两个转身走10步，闭眼不许动，敢偷看一眼，就把你们卖到最偏远的南风馆，或者直接煮了填肚子。两人满心不解，这荒郊绝境中，沈星辰竟还执着于行苟且之事。可契约的压制与过往的恐惧，让他们不敢违抗。这个女人果然无情无义，只知道满足自己私欲，根本不管我们的死活。还是那个混世魔王本性。先想办法逃离荒漠才是关键。他这些反常举动，大概只是一时兴起罢了。楚思玉从最初以为要被轻薄的羞耻，到感受铁链逐渐脱落的轻松，内心受到巨大冲击，认知不断被颠覆。这是他被流放以来第一次有人真正为他解除禁锢，而非施暴或利用。与其跟着他等死，不如现在就杀了他，投靠二皇女才有活路。不行，契约未破，他死我们也活不成。他怎么样了？还能怎么样？没救了，我也快撑不住了。追兵、伤口、饥饿，我们迟早都是死路一条。现场陷入绝境，叶全渊重伤濒死，楚思玉刚解炼还很虚弱，冷艳伤痕累累，而沈星辰只是个毫无战力的魅魔，连自保都难。不能让他死，这些夫君是我逆转命运的唯一筹码。一旦团队散了，我被削成人棍的结局只会提前到来。这份关切与原主漠视夫君生死的态度判若两人。在冷艳和楚思玉看来，沈星辰此刻眼中的急切不似作为，他似乎真的在关心他们的死活。荒漠夜风拂过，三人之间的氛围悄然发生着微妙变化。伤势比想象中重太多，必须立刻带他进诊所救治，晚了就来不及了。沈星辰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全员都快死了，你居然还想着趁人之危行苟且之事，心若顽石，只知贪恋欢爱，你根本不配做妻主。我是魅魔，本就被世人视作无情人。你说我心若顽石，我认，但你凭什么污蔑我？我与楚思玉之间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些龌龊事。你们如今重伤缠身，浑身是伤，我对你们毫无兴趣。你刚才这一脚，我记下了，日后必定加倍奉还。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叶全渊撑不了多久，必须立刻救治。不想一起死在这里，就闭嘴。楚思玉站起来，让他看清楚。这些铁链此前被稀硫酸腐蚀断裂，只是粘连在衣物上，未脱落。此刻已经彻底掉落。原来如此，之前看到的亲密画面根本不是苟且，是他在帮楚思玉解炼，我居然错怪了他，还踹了他。扶好他，后面听我安排。带我和他们一起进入诊所。警告：诊所空间有限，能容纳宿主1人，无法携带他人进入。糟了！
龙卷风正在快速形成，危机步步紧逼，众人陷入两难绝境，留下恐被龙卷风吞噬，想逃却带不走濒死的叶泉渊，生存的希望再次变得渺茫。完了，叶泉渊动不了，我们根本逃不掉，难道要一起被龙卷风吞了？七主，我来带大家走。胸骨断裂，气息都快断了，必须立刻进行开膛手术。可诊所空间绝不能暴露，只能想办法先让楚思玉和冷艳暂时沉睡，把这药吃了，好好睡一觉。又是毒药，以前他就用各种破药折磨我，现在想趁我们虚弱下手，没门儿。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这根本就是毒药。我相信旗主不会害我们，他竟然能帮我解开锁链，就不会在这种时候动手。这些器械是沈星辰前世扩张诊所时购置的先进设备，此刻成为救治叶泉渊的关键。我虽有丰富的兽医手术经验，可从没给半人半兽的兽人做过开膛手术，万一出错就全完了。手术计划面临被撞破的巨大风险，沈星辰陷入两难：继续手术会暴露秘密，停止则叶群渊危在旦夕。还好赶上了，要是喊出来就糟糕了。居然胸骨全断，四肢多处骨折，内脏轻微震荡。叶群燕的伤势远比我想象中严重，多耽误1秒就多一份危险，必须立刻手术。没办法，衣服只能先除掉。就快成功了，叶可渊，你可要撑住啊！不要让我白费力气啊！忙活了一夜，终于稳住了，接下来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。谢明爵是原主曾痴迷不已的对象，如今却心向二皇女沈天薇，是落魄的沈星辰为阻碍二皇女登基的废物。大人，这里看着像废弃的山洞，真的有人吗？蚁族的情报从不出错，沈星辰那废物肯定躲在这里。他如今众叛亲离，不过是待宰的羔羊，给我开始挖。居然和那个霸凌我的渣男长这么像，
旧仇加新恨，这笔账正好一起算。沈星辰，没想到你也有今天。念在你曾对我一片痴心，只要你亲手解决了这几个兽人夫君，我可以给你留个全尸，也算不负你往日的痴迷我。痴迷你，谢明觉，你也配？沈星辰的反常举动彻底打破所有人对他的固有认知，洞穴内气氛瞬间剑拔弩张，冲突一触即发。沈星辰，你疯了！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立刻给我道歉，否则我就彻底断绝与你的所有往来。谢明觉仍抱着固有认知，笃定沈星辰会为挽回他而卑微妥协，全然没意识到对方早已脱胎换骨。断绝往来，谢明觉，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。你不过是个被大梦国抛弃的质子，顶着一张平庸丑陋的脸，也敢让本期主痴心相待。我从前真是眼诛心盲，才会看上你这种货色。看看我身边的3位夫君，容貌、能力，哪一点不比你强1000倍万倍？他竟当众撕碎对谢明觉的痴恋人生，还是主动承认我们是他的夫君，这转变实在太惊人。贱人，我杀了你！沈星辰借着浓雾掩护，争取逃亡的时间。我们快走，烟雾拖不了多长时间。沈星辰果断利落的举动，彻底打破了只会依赖夫君的废物形象。快，楚思玉，画蛇吐韵。明白。冷夜，夜泉原上蛇背，动作快！逃亡途中，沈星辰不时回头观察追兵动向，沉着下达方向指令。指挥官角色彻底确立。3位夫君虽对沈星辰的转变仍心存疑惑，但都默契不足之。团队协作首次成型，朝着生机疾驰。怎么会有这么多巨型蚂蚁？还是训练过的，这下麻烦大了。还好还有剩余的3S 级区。什么？居然没有效果？不行，去冲粉没用，楚思玉撑不住了，我们逃不掉了。楚思玉濒临极限，巨型蚂蚁群步步紧逼，团队再次陷入生死危机。前面是悬崖，深不见底的悬崖。前无生路，身早已逝，后有死地。3重绝境瞬间将沈星辰4人团团包围，生存希望渺茫。跑不掉了，早死晚死都是死，还不如现在了结。就算逃出去，日后也难逃他的虐待。闭嘴！与其被这些蚂蚁活活咬死，被追兵碎尸万段，不如拼一把，冲下悬崖，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。冲啊，快冲，别犹豫！大人，万万不可！这悬崖底下是死人谷，掉下去的人从来没有生还的可能。大人，二皇女的命令只是让沈星辰死，如今他已经坠崖，必死无疑。大人何必以身犯险？没错，我何必为了一个将死之人赔上自己？待二皇女登基称帝，便封我为皇贵夫，执掌后宫大权，尊享无尽荣华。沈星辰已死，我只需回去复命，便能坐等荣华富贵。哼，算他运气好。走，撤兵，随我回帝都复命。所有人都认定沈星辰已葬身悬崖谷底，无人知晓深渊之下另有生机，命运的齿轮正悄然转向。小娘子，你可算醒了。你昏迷了1天1夜，可把老婆子吓坏了。这是哪里？我难道又穿书了？楚思玉他们3个怎么样了？小娘子小心，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。
谢谢您救了我。请问你有没有见过和我一起的3个人？他们一个是狼人，一个有蛇尾，还有一个生着虎尾。小娘子说的是你那些男人啊？嗨，男人啊，不就是个供人使唤睡觉的工具？没了再找就是，犯不着这般惦记。我劝你，不如把他们卖了换钱。山下的艳华馆专门收这个，均买的能卖10两银子，就算是重伤的也能换2两，够你快活好一阵子了。卖了？他们是活生生的人，怎么能说卖就卖？老夫人言语间导致的男尊女卑观念，以及将人口买卖视作稀松平常的态度，让沈星辰难以接受。尤其那诡异的笑声与贪婪的眼神，更让他心头发毛。小娘子年纪轻轻，倒挺迂腐。男人嘛，生来就是给女人使唤换钱的物件，有什么不能卖的啊？不说了，我还得赶去卖自家男人呢，去晚了好价钱就没了。妻主倒是好福气，摔下悬崖还能被人救回来，安稳的躺在床上养伤。无相，只能拖着半条命找你。我可是听说了，妻主苏醒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我们的下落，打算把我们卖给艳花馆换钱，倒是打了一手好算盘。闭嘴！我什么时候说要卖你们了？那是老夫人胡说八道。哼，是吗？可在你眼里，我们和可以随意买卖的货物又有什么区别？别吵了，这个村子有大问题。我们刚才在村子里探查，发现村民们在煮人肉吃。这个村子根本不是什么安全避难所，是个食人村。叶全元的话如同惊雷炸响，瞬间打破了屋内的紧张氛围，也彻底击碎了众人对安全的最后一丝幻想。刚脱离悬崖追杀灭顶之灾的4人尚未喘息片刻，便又陷入了食人村落的生死绝境，危机再次升级。煮人肉，会不会是你们看错了？那位婆婆看着慈祥和善，实在不像是……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村民都是没有任何灵力波动的纯人类，但拳脚功夫异常厉害。他们煮肉时会撒各种不知名粉末调料，手法怪异，和我们受人参嗜血时的习惯截然不同。而且这里的火元素格外诡异，像是被刻意避忌，结合悬崖下死人谷的传闻，他们大概率是靠食人存活的食人族。他们把人类的熟食习惯当成了食人证据，根本是认知偏差。我身上的伤也很重，根本动不了，不如我们暂时留在此地养伤，等恢复些体力再做打算。留在这里，想把我们都卖给村民当食物吗？这里是食人村，待下去就是等死。冷言，沈星辰如今自身难保，或许没有恶意。别吵了，信我，就留下一起疗伤。不信，你可以跟着冷艳离开。现在你们都退出房间，我要休息疗伤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也不许进来。兽人习惯生食，把人类的熟食当成怪异行为，这根本是物种习性导致的认知偏差。他们或许还对我抱有敌意，但血液契约命运与共的特性，注定了他们不会真的抛下我独自逃生。必须尽快赢得夫君们的完全信任，只有我们同心协力，查清这个村落的谜团，才能找到离开的路。你根本不该信他。哼，待在这食人村和坐以待毙有什么区别？说不定他就是想等我们伤重，好卖给村民换钱。他若真想卖我，方才不必说出信任的选择。而且我们现在重伤，离开这里也是死路一条。信任的分歧在3日之间蔓延，村民的审视愈发明显，未知的变数在村落中悄然发酵。一场新的危机正步步逼近，尚未喘息的4人又将面临新的考验。
这3个看着倒是有几分姿色，就是病恹恹的，没什么精神。瞧这跟闷葫芦似的，买回去怕是也没什么趣味。各位爷可别嫌弃，他们看着老实木讷，实则骨子里不安分着呢。昨天还惹得我们家小娘子动了情，实在是不成体统。这样的男人买回去好好调教一番，保管温顺听话。爷，价格好商量。这3个虽说重伤在身，但底子摆在这儿，那模样周正的，定能卖个好价钱。就算是最虚弱的那个，也能换几两银子。多谢各位厚爱，但不必了。我们的妻主对我们情深意重，若是失去我们，她定会心痛欲绝。心痛欲绝？小伙子倒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。男人让女人动情，本就是触犯族规，该进猪笼的罪过。再说了，女人哪能只守着你们3个？咱们这儿女娃金贵得很，为了鼓励生育，村里早就推行发男人政策了。什么？这村落的性别观念简直刷新我的认知底线。小娘子，你可算醒了。这些爷是山下燕华管的，瞧上你这3个夫君了，想花钱买回去。你放心，他们给的价钱绝对公道。再说了，咱们村发男人的政策多好啊！你把他们卖了，正好能去族长那儿领新的，还能换一套宽敞的好房子住。你现在住的这屋，以前可是埋死人的，晦气的很。哼！住手！都给我停下！在咱们村生女人可是要被判死刑的，你们不要命了？原来这村落的核心规则便是女人地位至高无上，想打他们的主意，先弄死我。我的夫君绝不可能用来买卖。罢了罢了，既然小娘子不同意，我们就不勉强了。接下来我们怎么办？先在这休息，安心养好伤势，等大家力气恢复些，我们去凑凑热闹。我要去看看发男人的现场，搞清楚这村落政策的真实目的，还有这里的女人为什么能有这么高的地位，以及这个村子和兽人世界到底有着怎样的关联。村落规则诡异难测，却也暗藏着一线生存机遇。沈星辰深知，唯有摸清其中门道，才能让团队在此立足，甚至找到破解所有谜团的关键。一场针对村落核心秘密的探查，已在平静之下悄然拉开序幕。以前的我骄纵残暴，把你们当成肆意发泄的工具，做了很多混账事。你们心里的怨恨，我完全理解，也绝不辩解。现在我们被困在这个诡异的食人村，外面危机四伏，单打独斗根本活不下去。我想和你们合作，一起对抗外敌，争取活下去的生机。只要能活着离开这里，日后你们想怎么处置我都可以，就算是解除血液契约，我也毫无怨言。妻主以前曾怒言要把我剁碎了喂狗，如今却屡次舍身救我，前后反差之大，你让我们怎么全然相信你？一路生死相依，数次共度难关，慢慢发现你们并非像我以前认为的那样不堪，你们都是重情重义的好人。我想放下过往，认真对待你们，好好爱你们，呵护你们。我承认我害怕死亡，现在的我需要依靠你们才能存活，但我承诺只要度过这次危机，我一定解除契约，绝不纠缠。我愿意相信妻主这一次。事到如今，合作是唯一的出路。别以为说几句好听的就能骗过我们，若你敢说谎，我照样能轻松收拾你。兽人嫁给人族本就难有好待遇，如今沈星辰不再虐打我们，还屡次舍命相救，这份转变足以让我们一试。既然达成共识，那我们就放下过往恩怨，联手共度难关。我们先去查清这个村子的秘密，找到离开的办法。这个长得不错，我要了。这个身材好，我也要了。刚确立合作信任，沈星辰便做出反常举动。
他此举究竟是真心挑衅，还是另有图谋？这份刚建立的脆弱信任，又将面临怎样的考验？哎，小娘子，等等，老婆子可有好消息要告诉你。村长说了，只要你一次性选购10个男人，就赏赐你村委的宽敞大宅子。那房子又干净又气派，可比你现在住的破屋强100倍。好，这10个男人我全要了。哈哈哈。阎婆，这小娘子一次性选了10个，可算帮村里解决大麻烦了。可不是嘛，100年了，咱们村女子怀孕就生男孩，现在20个男人才能摊上1个女人，再不送走些，粮食都不够吃了。原来是这样。100年前，武村便因男女比例失衡陷入危机，一名寡妇与100名男子同寝后诞下女婴。从此，村落便衍生出女人需睡够100男才能生女的诡异规则，而那些嫁不出去、无法为村落繁衍做贡献的男子，会被视作浪费粮食的累赘，拉去死人庄宰掉。这便是村民们极力推销男子的根本原因。小娘子果然爽快，这小楼从今日起就赏赐给你了。村委人少，平日里闹出多大动静都没人管，你只管安心住着。乌村以你为尊的体制虽和花朝相似，但村长这话里明显藏着别的意思，看似善意赏赐，实则更像试探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从现在起，你们分工做事，3人做饭，2人烧火，剩下的打扫院子。记住，没有我的召唤，谁也不准踏上2楼半步。遵命，记住。这些新收的自家人，看似温顺听话，实则暗藏致命威胁。2楼的4人尚未察觉楼下的异动，他们以为暂时获得了安稳住所，却不知危机从未真正结束，杀机已在暗处悄然蛰伏。怎么样？外面探查的如何？能找到逃生的路吗？村落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，被10几个凶神恶煞的村民全天候把守。我们现在重伤未愈，又不清楚村落的全部底细，短时间内根本无法逃出去。而且这村子有个诡异规则，掉落至此的女子必须与白眉男子同寝并生下女婴，才能获准离开。说起来，你的眉毛身份倒是挺适合这里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说这种废话？现在是该调侃的时候吗？能不能分清轻重？我刚才观察过，村里的女子极少，大多是老妇，青壮年男子虽多，但全村人力加起来未必是我们的对手。当下最稳妥的就是暂留此地休整，等养精蓄锐后再做打算。谁知道你是不是故意想留在这里，和那些男人寻欢作乐？冷艳，说话注意分寸，妻主是在为团队谋划，绝非你想的那般不堪。你凭什么用这种居高临下的语气跟我说话？够了，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。这村落地处3不管地带，村里的男子个个威猛有力，若能将他们收归己用，日后或许能助你夺回皇太女之位。既然如此，我决定任命楚思玉为正夫。日后若我重登皇太女之位，她便是首席夫君，负责管理所有夫君，兼任我的首席助手，代我行事。机主去哪儿了？2位哥哥，机主叫你们去吃饭，快随我来。谁是你哥哥？我们的机主在哪里？村的规矩，不听机主话的人都要扔到锅里煮了。你们识相点，就自己下锅。若是不肯，我只好动手了。10位清收男子早已隐匿在暗处，沈星辰与楚思玉的失踪，不知是被控制还是另有图谋。冷艳与叶全渊深陷主人陷阱，又重伤未愈，能否顺利脱身，
不听七主话的人都要扔到锅里煮了。你们识相点儿，就自己下锅。若是不服，我只好动手了。冷静点，我们重伤未愈，对方人多势众，现在动手我们讨不到好。大胆，本七主的夫君，轮得到你教训？我向来钟情性格刚猛的男子，我夫君护我心切，何错之有？你不过是我收下的下人，也敢越俎代庖，对我的人指手画脚。属下知错，请七主责罚。责罚就不必了，本七主饿了，先吃饭。你的账待会儿单独找你算。没想到啊，你还无师自通了狐狸精的勾人法术，总比某些人见人就咬，毫无温柔可言强吧。不过说实话，我还就稀罕你的脸，真的很喜欢。记住，有人在外面盯梢。这还是我穿书以来第一次对冷言露出毫无防备的笑容。原来放下对立，他也并非那般难以靠近。两人间积攒已久的敌意大幅消解，过往的尖锐与抵触渐渐褪去。这场不经意的互动，让他们的关系迎来了关键破冰。这肉竟是蛇肉，而蛇肉是我们蛇族的绝对禁忌。这蛇肉汤里被下了药吧？沈星辰喝下后必会发病，到时候必须靠你们10个才能进。你们的目的就是想借此控制他。七主是怀疑属下的厨艺，还是嫌弃这饭菜？若是不满意，属下可以立刻向村长请示，给气主换一批更合心意的人来伺候。不吃，这些人8成会立刻反叛；吃，就会落入他们的下药陷阱，被牢牢控制。不管选哪个，都是死路一条。记住，你可不能吃啊！楚思玉对蛇肉有种族禁忌，叶全渊和冷艳本就抗拒人类熟食，硬拼我们重伤难敌，想要破局，只能我以身涉险，将计就计。七主居然全部把汤喝光了！什么？他竟然为了我们把汤喝掉了？什么？七主居然把我们的汤也喝了？成了，这是成了。今晚便是我们的洞房花烛夜，你们先把屋子收拾干净，我在2楼等你们。沈星辰以身入局，看似落入圈套，实则早已布下反击之计。这场真假难辨的戏码，既是对敌人的试探，也是对4人团队默契的首次考验。这蛇肉汤里到底下了什么药？你现在怎么样？楚思玉、叶全渊，你们前到楼下偷听他们的计划，查清他们的真实目的和背后主使。叶全渊，你懂制毒，趁机给他们的水里下昏睡药，切勿打草惊蛇。明白。冷艳，你留下协助我。为什么选我？你就不怕我趁机对你不利？时间紧迫，没有时间解释，就是不用拖，你过来就好。我留下你，是因为信任你。在这个诡异的村子里，我们只能彼此依靠。你放心，我会守着你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所有人赶紧来院子集合！怎么回事？本周密的反击计划被这突如其来的死人变故彻底打乱，未知的死亡阴影笼罩而来。这场意外究竟是巧合，还是另一场阴谋的开端？郡主，冷艳，全村人朝小楼涌来了，快带七主撤离。走不掉了，村口被村民堵住了，小楼4周也被村民堵住了。
冷爷，你守着七主，尽快帮他解毒。我和叶全渊在外围先设法应对，拖延时间，争取机会。魅魔发情期需与男子亲密才能缓解痛苦，如今全村唯独已是绝境，再被药效折磨，只会彻底失去反抗能力。现如今别无他法，我既是他的夫君，便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受苦。输液的药水起效果，你先出去查看情况，务必小心，切勿硬拼。这些东西的秘密只有我们两人知道，绝不能泄露给任何人。不对，武村根本不是我这个女配该遭遇的情节，这是原属女主的后宫储备地。书中记载，吴村曾遭遇特大天灾，粮食短缺到一子而食的地步。那时村落还是重男轻女，村民为了活命，竟选择食用女子充饥。天灾过后，村里的女子所剩无几。为了延续族群，才彻底颠倒性别观念，衍生出女尊男卑的怪异规则。原属女主当年路过此地，解决粮食短缺，顺势纳入后宫。原来如此，村落的核心问题从来都是粮食短缺，而我的剧情早已彻底偏离了原有的轨道。真相浮出水面，沈星辰既明晰了危机根源，也陷入了新的困境。他清楚知晓，想要化解当前的围堵危机，关键便在于解决粮食短缺这一核心矛盾。可如何不在重走女主老路，不收留多余男子的前提下破局，这也成了他最亟待解决的两难难题。都是你这个外来女人惹的祸！自从你来了，村里就死人了，必须以命赔命！不用你死，但你得为村落生下对应数量的孩子，填补他的空缺，这是吴村的规矩。你们给我2个月时间，这2个月里，我不仅能让村里其他女人怀孕生子，还能彻底解决粮食问题，让你们摆脱吃老鼠、蛇虫的日子，吃上大米饭、白面和新鲜蔬菜。我们4人现在有的重伤，有的刚脱困，根本没有逃跑的可能。若我没兑现承诺，任由你们处置，绝不反抗。大米饭我小时候吃过一次，那香甜的味道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可村里种啥死啥，后来就再也没见过了。难道你们想让子孙后代永远吃这些肮脏的东西，就不想让他们尝尝真正的粮食是什么味道吗？我们村受诅咒多年，种啥死啥，早就对改变不抱希望了。这些年鼠虫也快被我们抓光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迟早要回到人吃人的地步。村长，你故意让村民围堵，无非是想逼我接纳村里的男人。但我丑话说在前头，硬塞给我的我一概不接。这要是看上了，我自然会主动带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2个月后，若你没兑现承诺，就别怪我们不客气。一场以未来为赌注的交易，暂时化解了全村围剿的危机，但武村多年的诅咒与绝境，绝非轻易能破。沈星辰的承诺，更像是一场未知的豪赌。你真能让村里吃上粮食？那大米饭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还有，村里女人本来就少，还大多是老人，怎么可能让每个男人都有妻主，兑现生育的承诺？放心，我有办法。再说了，长得好看的男人多几个在身边也不错，不是吗？沈星辰刻意避开具体方案，留下满脑子疑问的3人，而他口中的粮食计划与生育承诺，仍是萦绕在3人心中尚未解开的悬念。
这些村民真是多此一举，都带了铁链还捆绳索。我有办法彻底解开你们的铁链。七主，你说的大米饭、白面真的存在吗？村民为何如此厌恶鼠虫？在花巢，鼠虫本就是常见的食物。哼，他以前可没心思管这些。为了谢明爵，他能凌晨起身去采朝露，还派虎符队走遍全城为他寻找奇珍异宝。怎么没见他对我们这么上心过？以前是我瞎眼，错把榆木当珍珠。谢明爵那种虚伪小人早已是过去式，我与他再无任何关系。这5村的男子当年为了生存食用女子，才衍生出如今女尊男卑的怪异规则。说到底，也是他们自作自受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些男人的利用价值。二皇女的追兵迟早会找到这里，盲目逃亡只会死路一条。不如就以5村为根基，天启军粮食为租，收拢人心，让这些壮硕的男人收为己用。积蓄足够的力量后，再返回帝都，夺回属于我的皇太女之位。到时候，我要做有权有钱的躺平女皇，静静等待系统带我返回现代。沈星辰变得越来越不一样，能轻易解开玄铁铁链，还总能拿出各种怪异的东西。他绝不是以前那个胸无点墨的草包废物。不管他变得如何，眼下先活下去最重要。他现在的所作所为，至少是在为我们所有人谋划。他没有灵力，还容易犯魅魔病，就算真有异常，以我们3人的实力也能轻松应对，何必纠结太多？他这是睡着都会犯魅魔病了？深夜突发的魅魔异状，再次将4人推向未知的困境。沈星辰意识混沌，3人戒备不已。这场突发状况究竟会引发怎样的混乱，又能否顺利化解？冷艳，能得七主这般青睐，可是你的福气。我去门口守着，防止村民意外闯入。这可是狐狸一族情欲难控时才会显露的本能标志。冷艳，你这是藏不住心思了。我就是饿了，想找吃的，不小心扑到你身上的。哼，我怎么会对这个曾经残暴的废物魅魔产生感情？一定是昨夜被他纠缠所致。七主，快跑！这些东西太诡异了。昨晚被你那般欺负，我现在心里害怕，没力气打架。别闹了，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？今晚让你媳妇回来，任你抱，快参战！哼！外敌环伺，战友身陷险境，冷艳的抉择关乎众人生死。沈星辰孤身闯入树林，究竟是为了躲避危机，还是另有破局之法？这场突如其来的入侵，又暗藏着怎样的阴谋？
即便暂时离开，也从未这般不管不顾。今日竟独自逃窜，我这份失控的情绪，到底是其他懦弱，还是……村长经验老道，不可能轻易遇害，想必是带着部分村民藏起来了。这村落诡异至极，他们能存活多年，说不定藏着破局的关键。原来他们是想引海水入村，用海水淹死入侵的怪物，则系正值枯水期，海水距村落还有不短距离，底下定然藏着排水暗渠，就算挖通入口，海水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淹没村域，纯属白费力气。都是你这个妖女！若不是你带来外人，怪物怎么会找上门？杀了我，怪物也不会消失，反而没人帮你们。我实话告诉你们，现在海水根本流不进村落，你们这样只是白费力气。我有办法让海水准时抵达，保大家活命。之前承诺帮你们找七主的事也能兑现，但你们必须听我指挥，立刻全力挖通路口。我还信，我还信。挖通路口后，立刻往山顶跑，海水会暂时困住怪物。你还回来做什么？是来给我们收尸的吗？看七主走，海水能暂时困住他们。冷烟抱着沈星辰，耳边海浪声与怪物嘶吼交织，心中瞬间通透。他终于明白，沈星辰早已知晓今日是海水倒灌的节点。所谓施法，不过是顺水推舟。该死，骨头像散架了，魅魔体质还偏偏这时候作乱，不能晕过去。七主，别管我，带叶群渊、冷焰立刻往高处跑。可是你，海水马上就到，快！沈星辰精心谋划，以海水破局之计完美落地，入侵的外敌被尽数覆灭，这场致命危机彻底解除。别乱动，你从山上跌落时伤势极重，能活下来已是万幸。七主，是冷艳救了你，他用狐狸一族的独门医术为你疗伤，忙了整整一夜，眼下去附近山上探查情况了。没想到他看着嘴硬，倒是这般细心，这份情我记下了。疼痛感居然几乎消失了，只剩些许乏力。兽人医术也太神奇了。大家都没事吧？村民们怎么样了？我们都安然无恙。幸存的村民在不远处的空地上准备饭菜，都安置妥当。放心吧。追杀我们的怪物几乎全被海水淹没，目前没发现任何幸存者，短期内不会有危险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给你。楚思玉，你拿这东西干什么？快拿走！七主先前不是最喜欢吃老鼠吗？你还说老鼠肉质鲜嫩，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，怎么现在……原主这口味也太离谱了，还好我不是他。
两人间的短暂疏离，无声凸显出沈星辰与原主在饮食习惯上的巨大差异。原主将老鼠视作美味，如今的沈星辰却对此本能排斥。冷艳去哪儿了？这几天怎么一直没见到她？他知道你因为老鼠的事没了食物，便独自外出，想为你寻觅新的食物来源。原来冷艳不是故意消失，竟是为了我的饮食。这个嘴硬的狐族兽人，总用这种无声的方式表达在意。都是你这个妖女！要不是你，我们的村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兽人医术与人类体质相悖，灵力施治不仅无效，怪异的手法还引发了村民的误解。别碰他！你这个怪物是想害死他吗？现在有2条路，一是我们直接离开，不管这些村民，但他们大概率活不了；二是说服他们接受真相，带他们走出村庄。可他们对外面极度恐惧，宁死也不愿踏出村子，只盼海水退去后重见家园。2条对策均陷入僵局，楚思玉面露难色，叶全元也沉默不语。村民的固执与偏见让他们难以推进任何计划，局面陷入停滞。乌村村民若是能为我所用，便是争夺皇位的重要助力，绝不能轻易放弃。不能去，村民情绪激动，失了理智，会伤害你的。我们有生死契约，你若死了，我与整个老族都将陷入绝境。我不想死。放心，他们只是普通人，你变身狼人便能轻松应对。我们不能就这么放弃。住手！我能治好他们。我来治这些病人，若是治不好，你们再弄死我也不迟。对于走投无路的村民而言，这是目前唯一的希望，即便心存疑虑，也不愿轻易放弃。你是花朝顶尖药师，能解决兽人各类疑难杂症，为什么对人类的怪病束手无策？人类与兽人的身体结构差异太大，医疗体系也完全不同。我所学的医术对人类病症根本不适用。这一术局限的背后，藏着的是2个种族的深层差异。想要打破隔阂，绝非易事。村民们一边坚持不能信妖女，一边又被别无选择的现实裹挟。争执许久后，终究选择妥协。让你试一次，但我们全程看着，要是敢耍花样，立刻把你扔去喂海怪。这不是什么怪病，只是普通感冒。感冒是什么？楚思瑜是花招顶尖药师，怎么会对这么简单的病症束手无策？反倒越治越重。你之前是怎么给他们治病的？用了什么药？遵循花朝传统，以老鼠为主料，加入我的独家秘方熬制老鼠汤，连续喂服3日，以往兽人患病和这个都能痊愈。原来是这样，兽人医术和人类生理根本不兼容，再加上用老鼠入药这种荒谬做法，才把病情拖重了。这个世界居然觉得老鼠万能，看来楚思雨的所谓顶尖医术，也只是用于兽人族群。去帮我找些干净的水来。放心，半天之内，他们的发热、咳嗽症状就会好转。沈星辰以用时间见证效果的姿态展现自信，也进一步稳住了村民的情绪。村长，那白色小片是什么东西？真能救柱子他们吗？楚思玉那神医都治不好，这小娘子的东西能管用？之前还说她是妖女，现在真能信她的话？亏她还顶着神医名头，治了这么久，反倒越治越糟。乌村的规矩，男人的话不可信，女人的话多少能信几分。再等等看，自由分享。这番话直接压下村民质疑。
为沈星辰争取到关键的信任空间。沈星辰妖女的负面标签正逐渐被可能的救命人形象替代，聚居地的气氛从剑拔弩张慢慢变得缓和而充满期待。老鼠出现后，他对我的树立入根在后。在花朝，老鼠本是人人追捧的美味，为何他如今闻之欲吐？被冷落时就会失落，这与以往被他大骂羞辱时的麻木截然不同。这种纷乱心绪到底是什么？你最近很不对劲，是不是在意沈星辰的看法？没有的事，我只是在想后续的逃生计划。别自欺欺人了，你已经对沈星辰动了真情，没想到你堂堂蛇族也会栽在一个魅魔手里，这辈子怕是要沦为他的奴隶了。这个被他忽略的温柔瞬间，此刻清晰浮现，让楚思雨隐约察觉自己的动情并非毫无缘由，源于沈星辰脱胎换骨的转变。从往日的肆意打骂到如今的默默守护，这些细微变化早已在他心中埋下了情感的种子。楚思玉对妻主动情也正常，你本就是他的男人，何况我们与他有生死契约，本就只能是他的人。如今他不再打骂我们，还能想办法让大家好好活着，这就足够了。纠结那些儿女情长，不如想想怎么活下去。你难道能解除这份生死契约？三人心中隐约推测，大概率是服用了感冒药的病危村民病情好转。沈星辰的治病毒约即将迎来关键结果，他们都清楚，这场赌约的结果将直接决定他们在无村的处境。局势即将迎来重要转折，从最初的敌视戒备，到如今的默认跟随，沈星辰的改变早已悄悄影响着三人的态度，悄然拉近了彼此的距离。此前对沈星辰敌意十足的村民见状，纷纷围拢过来，层层叠叠将他环绕。叶全渊心头一紧，生怕村民突发恶意，身体下意识绷紧，随时准备变身狼形，护住沈星辰。我家那口子刚才还奄奄一息，吃了您给的白色药片，现在已经能坐起来喝水了。我儿子烧退了，还能开口说话了，多谢神仙救命。此前妖女的骂名彻底消散，救世主的光环悄然笼罩在沈星辰身上，村民态度实现戏剧性反转。神仙，村里好多人都开始咳嗽、头痛、流鼻涕，还发起了热。以前村里只要出现这种情况，没人能活下来。求求你，再赐我们白色药片吧！神仙救救我们，我们不想死啊！事态比想象中严重，看来不是个例，得赶紧检查清楚。这不是普通感冒，是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性感冒。在古代这种落后的医疗条件下，很容易大规模扩散致死。普通感冒药只能暂时缓解，根治必须输液。可输液设备都在诊所空间，当着这么多村民的面拿出来，我的穿越者身份和诊所空间的秘密必然暴露。沈星辰深知冷夜三人值得信任，可村民心思难测，前一秒还对他喊打喊杀，但绝不敢冒险暴露秘密。如何在守住穿越者身份与诊所空间秘密的前提下，治好所有村民，成为眼下最棘手的难题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椰子能派上用场。只要治好所有人，他们必定对我死心塌地。治好村民，收服乌村势力，这就是我登陆皇位的第一步。传书一场，与其被动逃亡，不如主动布局。活着掌权才是硬道理。叶全烟心中沈星辰其性命的认知愈发坚定，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，便会第一时间冲上前守护，是团队中最可靠的武力保障。
治病需借天地灵气。随我下山往海边去。爬上去，摘20个椰子下来。要不去试试，真有用吗？能行吗？神仙，这圆滚滚的东西真能治病？天机不可泄露，照做便是。楚思玉，你是花朝顶尖药师，可见过这种治病法子？从未见过，这些器具和手法闻所未闻。我也不知七主竟懂这般医术。他近来太奇怪了，以前残暴张扬，心思一眼就能看穿，如今不仅懂这些诡异本事，还屡屡成事。你们不觉得他要么是变了，要么是被换了？当年他为皇太女，男宠成群，如今只剩我们3人。一来是我们修为深厚，家族有依仗；二来是我们能摸清他往昔心思，提前自保。可现在的他像一团迷雾，你们明明有机会尝试解除契约，却始终留在他身边，到底在盘算什么？你是不是从未得到过七主宠爱？七主以前只抱过我，从未有过实质关系。我们兽人男性从小就被教导如何取悦女人，可我从未有机会对她施展。别跑偏了，我们敞开心扉说真话，到底要不要继续跟着他？你们在这嘀咕什么？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他是我在海边捡的，一直说鱼话，我听不懂，你们帮我翻译翻译。美人鱼用歌声蛊惑人心的传说，绝非空穴来风。紫星辰身边本就只有我们3人，如今多了这么一个容貌绝艳的异族，难道他又要添新的男宠？3人的猜疑被突然出现的美人鱼打断。原本就复杂的团队关系，因这个新变数，更添了几分不确定性，前路愈发扑朔迷离。青丘狐狸才是天下最美的生物，这人鱼不过是能熬成鱼汤的凡物，根本不配让七主另眼相看。别乱动，再敢挣扎，我一巴掌拍死你！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他了？这般不顾七主颜面，该好好惩戒才是。七主误会了，冷艳并非针对你。青丘与海中生物向来熟络，他是着急查看人鱼的伤势，才失了分寸。依我看，冷艳怕是因为七主身边多了个男人吃醋。未必，这条人鱼来历不明，说不定是追杀者派来的诱饵。我们不能掉以轻心。七主时而聪慧过人，时而又单纯得很，实在难以捉摸。往后行事，我们需加倍谨慎，护他周全才是。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我只是海中微不足道的小角色，无意打扰，还请姑娘莫要怪罪。冷艳，你太凶了，他伤得这么重，你该温柔一点才是。记住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此前因猜疑积累的不满，与当下被忽视的醋意交织，冷艳毫不掩饰怒火，将情绪直接对准沈星辰，两人矛盾彻底公开化。我已经检查过他的伤势，不仅外伤严重，五脏六腑和修为都受了重创。我的那些医疗法子根本没用，你们修为高深，能不能出手为他诊治一番？这才是沈星辰急于让3人靠近人鱼的核心原因。他虽带回人鱼，却对其严重伤势束手无策，只能寄希望于3位实力强劲的夫君。逃亡路上自身难保，你却要救半路捡来的陌生人。我们过去说。对一条来历不明的人鱼，你提温柔，可此前对我、对叶泉渊、对楚思玉，你只有打骂与羞辱，这就是你所谓的温柔？
我们陪你出生入死，换来的只有冷眼和苛责。他不过是个陌生人，却能得到你特殊对待。两人心中满是疑惑。冷艳是青丘最擅长掩藏心事的狐狸，向来冷静自持，如今却情绪失控。究竟是没控制住对沈星辰的真情，还是故意试探他是否真的改变？亦或是向燕正顶撞后，他是否还会打骂？这条人鱼看似柔弱无助，实则绝不简单，暗藏未知风险，必须多加留意。这就是我说的温柔。上次我被牛头怪物撞飞，身体明明异样，醒来却完好无损，是你出手救了我吧？这几天你躲着我，对我发脾气，是不是因为我关心人鱼，却忽略了你？我预想过他发怒惩罚，却从没想过是当众亲吻这么亲密的举动。怎么办？大脑一片空白，好想赶紧逃离。我去巡山查看追兵，楚思玉，你照看人鱼。没想到他这么纯情，有点甜。想来穿书后亲近自己喜欢的帅哥并无不妥，钱、权、男人、天下，我又为什么不能全都要呢？看来这是魅魔体质的本能反应，原来我的身体早已对异性产生渴望。那人鱼眼神深处藏着不为人知的心思，既非羡慕，也非嫉妒，更像是一种算计与折服，为局势添了几分隐秘的凶险。叶全渊，查看村民恢复情况，确保服下丹药。楚思玉，麻烦你照看一下他，我离开一会儿，别来干涉我。药物已经产生抗体，魅魔体质的本能快压制不住了，不与异性结合就会死，必须尽快找到解决办法，只能到无人处给自己扎针缓解。体内欲望愈发汹涌，理智快被魅魔本能吞噬。魅魔一族向来怕水，可我不能死。怎么西楚追奴追到海中？两人之间的氛围悄然转变，过往的相互试探与彼此戒备渐渐褪去，正是迈入情感与身体双重绑定的新阶段。那份超脱生死契约的真情实感，在无言的沉默里愈发浓厚。沈姑娘，我们村落被洪水淹没，就算回去也难以重建，更不想再困在原地等死。只要你给我们一口饭吃，我们全村人都愿意以命相托。追随你左右，我们有精湛木匠，也有懂经商的能人，藏有不少金银财富，并助你争夺天下。书中确实提到过吴村村民藏有财富，他们主动归附，正是我目前需要的助力。多谢各位信任，先找安全地方安顿了，后续之事我们再从长计议。屋顶要塌了，快走！刚建立的信任与归附局面瞬间被打破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笼罩在未知恐惧中，一场新的生存危机正悄然降临。魅魔向来怕水，他明明不会游泳，当时却毫无惧色走向我，太反常了。我会带领大家建造一座坚固的城池，你依旧是城主。
外界74岁的女子都能赚大钱，身边围绕着美男子。你正值壮年，难道不想成就一番大业，体验不一样的生活？好。他们好几次，凭什么不信他？沈姑娘是我们全村的救命恩人，村长肯定和她达成了对我们有利的协议。我们的村落没了，男人没了依靠，只有依附沈姑娘才能生存下去。我不赞同，他治病用针扎人，这是对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亵渎，更是对我们男人的羞辱。这样的人怎么值得我们依附？别吵了，先想想该怎么办。救过咱们好几次，凭什么不信他？救人是他，害人也可能是他。先听他解释再说吧。是什么？都住口！沈姑娘是我们的救命恩人，没有她，我们很多人都活不到现在。麻子，你不知感恩也就罢了，还在这里挑拨离间。若是觉得沈姑娘不妥，你可以离开。吾村容不下忘恩负义之人。根深蒂固的男从女理念束缚着麻子，再加上村长威严慑人，纵有不甘，他也没了反驳的勇气。村长的态度彻底震慑了众人，原本摇摆的心思归于一致，归附沈星辰的共识就此筑牢。这美人鱼也太粘人了，根本甩不开。正好趁此机会，把叶全渊他们叫来，一边商议建成的事，一边也想办法解决他粘人的麻烦。去通知叶全渊、楚思玉和冷艳。是。等会儿开会绝不能提及老鼠，听到没有？我记住了。七主这般着急召集我们，莫不是想找人鱼的麻烦，炖一锅鲜美的鱼汤？胡说什么？他是人鱼王子，能操纵水族，是我争夺皇位的重要助力。我拉拢的是他的实力，不是他的容貌。七主向来钟爱美丽之物，如今却说看重实力，倒是让人意外。再瞎说，我就侵略你！以前沈星辰生气会打骂惩罚，如今却用亲吻表达愤怒。若惹他生气，能换来这般甜蜜惩罚，就算故意激怒他，好像也很有趣。果然没错，冷艳分明对七主动情了，只是他自己还未察觉。七主特意带我们来此，想必有重要事商议，不知是关于人鱼，还是后续的打算。我已和村长商定，接下来将带领村民寻找新家园，构建一座新村落。楚思玉，你不仅是花超顶尖药师，更是百年难遇的治国人才。花超国师的名号绝非虚传，创建新家园、安置村民的核心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放心，属下定不辱使命。七主竟有如此构想，实在厉害。确实很不错，布局合理，兼顾了居住与生存。七主，这是否就是你对新村落的构想？选址可有初步打算？建成需平整土地，附近唯有被淹没的乌村地势开阔，清理后便可使用。五村旧址易遭水患，非长久之计。往东8里有一处小盆地，地势平坦，水源充足，且易守难攻，才是理想之地。七主，选址之事交给我，我先去探查路况，扫清潜在危险。叶全渊是狼族少主，幼时被父母用极端方式培养，沦为原主礼物后饱受打骂，却始终未黑化，骨子里藏着绝对的忠诚与强悍。不必急于探查，你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好自己的安全。谁敢伤七主分毫，须先从我身上踏过。不好，那些东西追过来了。沈星辰已是被流放的废物，对朝政毫无威胁，为何总有人紧追不舍，非要置我们于死地？这场信任的关键
在与契约绑定，叶全缘极度畏惧死亡，而未解除契约前，我便是他的命。这种基于生存的忠诚，远比虚无缥缈的承诺可靠。往东走，有叶全缘这层保障，至少能在追兵中为我们争取一线生机。星辰，你怎能如此糊涂？当年你为我舍命挡险，说过此生唯我不嫁，如今却躺在别的男人怀里，何其不解！不过念在旧情，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。归顺二皇女，我认你当妻主，往后你做逍遥王爷，我陪你游山玩水，不比跟着这群亡命之徒强。放我下来，有我在，定保你安然无恙。三人皆误以为沈星辰对谢明觉旧情难忘，要主动归顺。叶全渊怒火中烧，拳头紧握，冷颜脸色阴沉如赴冰霜。楚思瑜眉头紧锁，三人眼神短暂交汇，竟默契地生出了不如先行离去的念头。忘了上次我让你滚的警告，还敢来纠缠？沈星辰，我是以二皇女的名义邀你回去，你别不识好歹！前后皆无退路，我们无处可逃了。都给我抓活的！我要让他付出代价！大人，二皇女明日便要大婚，应娶尚书嫡子。您这般为她效力，她未必真心待您，不过是需要您干活罢了。放肆！二皇女的心思岂容你妄议？再敢多言，我砍了你的头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抓人！谁敢伤了沈星辰，我扒了他的皮！谢明觉对二皇女的盲目依附，也悄然暴露了这群追兵背后真正的主使，正是二皇女。这些东西生命力真顽强，居然能愈合。和山谷里淹死的怪物不一样，难道是新批次的敌人？楚思玉，等会儿我拖住他们，你幻化成蛇身，再替主从海水里逃离。该死！狼族天生怕水，海水里我无法完整幻化。快跳进海里！楚思瑜是蛇类，肯定擅长游泳。等稳住身形，我们就能趁机突围。像是千万只蚂蚁啃食骨肉，又像皮肤被生生剥离。难道我落入谢明觉手中了？
我被千刀万剐的结局不会要应验了吧？是我救了你，你安然无恙。楚思瑜他们3个呢？他们怎么样了？他们皮糙肉厚，没什么大碍。倒是我为了救你们，累得够呛。哎，我用鱼尾拖拽你们4个在海洋前行，鳞片都快脱落完了，你还死死拽着我的鳞片，扣落了好多。原来刚才的剧痛不是我自己受伤，是他掰我手时的牵扯痛，真是太丢人了。这里是墨玉的专属领地，藏于深海秘境之中，隐秘而安全。只要你留在这里，无人敢冒犯，安心放松就好。你醒来就只关心那3位夫君，都不问问我的情况。我本只想救你，是你死死拽着他们，我才顺带把他们一起救下来。他们3个长得奇丑，根本配不上你。我叫墨玉，你以后叫我阿玉就好。你一直盯着我看，我身上好热，你摸摸就凉快了。我想成为你的男人，我救了你，你以身相许好不好？这番大胆炽热的求爱，让沈星辰陷入两难。一边是魅魔体质难以抑制的本能渴望，一边是对这份突如其来情感的迟疑。后退，别过来！姐姐，叫我阿玉吗？好想扑到他，怎么办？我好像控制不了自己了。这美人鱼向来扮猪吃老虎，表面和蔼无害，实则心狠手辣，对待敌人从不留情，甚至会将其彻底吞噬。若顺从本能，日后必遭杀身之祸。我救他本就是为了让他投降，并非动情，绝不能糊涂。姐姐是厌弃我了吗？若是这样，我便撕了这张脸，换一张姐姐喜欢的。别碰自己，我没有厌倦你。他的疯批属性比冷艳还深，既是对自己，对他人都很辣的病娇性子。不能与疯批硬碰硬，得想办法稳住他，然后进入小诊所。寒水一定是屏障，小诊所被隔绝了，这张底牌失效了，我彻底无计可施了。忍不了就不用忍，我是真心爱慕你，任凭姐姐处置，绝不会伤害你。沈星辰望着墨玉，心中再清楚不过，他是此刻唯一能化解自己体质危机的途径。又念及小诊所被海水隔绝，底牌尽失，自己随时可能因魅魔体质发作丧命，心中坚守的理智防线正一点点瓦解，只剩一个念头在心底盘旋，不如两眼一闭接受，总比死好。这个吻让沈星辰陷入了无法回头的局面，魅魔体质的本能与内心的挣扎也在此刻彻底落定。怎么办？控制不住了，魅魔本能彻底占了上风。姐姐，你真的好美，美得让我无法自控。你呀，
放着自家男人不要，偏要找个长鱼尾的野男人。是沈星辰主动想跟我在一起的，你们凭什么阻拦？难道连他选自己喜欢的人的权利都要剥夺吗？陆地上本就不与水族结亲，你速速离开。他是我们的妻主，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插手。你们以为他现在的燥热只是他的体质发作？我在这住所里点燃了一种香，能让人心情愉快，卸下所有负担。我这香有个特点，除了我，无人能解。你们要是不信，大可进去试试，看看你身边这位冷艳公子能不能化解姐姐的怒气。这一番话如同一记惊雷，让三位夫君脸色骤变。他们终于明白，沈星辰的反常并非单纯体质发作，更像是受了迷香的影响。迷香危机应该比想象中更严重，旗主现在的处境恐怕陷入了只能依赖人鱼的被动局面。我体力可比你们好多了，能好好照顾姐姐。你们还是走远点吧，免得待会儿听见我和姐姐的动静，害羞的无处躲。这番挑衅彻底点燃了矛盾引线，墨玉对沈星辰势在必得的态度暴露无遗，一场围绕着沈星辰的激烈争夺愈发激烈。沈星辰不见了，他不在蚌里。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，肯定是你把他藏起来了吧？叶群鱼楚思月，快过来帮忙！这只浑身腥臭味的鱼妖，根本不配和我们共享基础。深海是墨玉的主场，陆地出身的冷艳与叶全渊战力被大幅削弱，攻击威力大打折扣，而墨玉的招式而且是深海之力，威力更甚。此刻楚思玉隐藏的秘密悄然揭开，他从未与沈星辰签订灵魂契约，留在他身边并非出于忠诚，而是基于他顶级魅魔的体质，企图将其炼成魅阳丹药，借此实现称霸大陆的野心。而他库洛族族长的真实身份也在这一刻暴露无遗。别打了，你们要是不信，就去亲自确认。再浪费时间，沈星辰可能就彻底失踪了。谢明觉得追兵中不乏螃蟹，大虾等水生怪物，说不定是他们趁乱潜入，把星辰绑架了。好，我就信你这一次。若找不到星辰，我定不饶你。这大蚌四周密不透风，外壳硬得离谱。唯一入口附近还有我们4人看守，既没异物闯入的痕迹，也没有沈星辰强行离开的印记。他怎么就凭空消失了？这根本不合常理。根本没有沈星辰的踪迹，一定是你把他藏起来了。说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伤害了旗主？我真心喜欢漂亮姐姐，绝不可能伤害她。也不知道她为什么会不见。你只是一条鱼，根本不是人，谁知道你安的什么坏心思？就在二人剑拔弩张之际，一旁的楚思玉始终双手负后，静力观察。他早已从墨玉身上捕捉到若有若无的同族气息，再联想到用魅魔炼药是库洛族机密的族规，心中对墨玉的身份生出极大怀疑。难道他也是库洛族人？若真是这样，他的目标恐怕也和我一样，是沈星辰这枚炼药至宝。满嘴胡言，快说，沈星辰到底在哪里？我说我现在就掐死你！冷艳，住手！再冲动下去，七主可能只剩一堆白骨。楚思玉虽心怀炼药的阴谋，但此刻找到沈星辰的目标与众人一致，暂时成为引导局势的主导者。这是你的地盘，全程都在你的监视之下，星辰却凭空消失，你无话可说。
在自己严密掌控的深海领地丢了人，既是对墨玉深海霸主权威的公然挑衅，更让他颜面尽失。他早已在深海散播沈星辰是自己皇后的消息，如今心上人在眼皮底下失踪，无论面子还是心意，都容不得他退缩。姐姐，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模样，真是让我心疼不已。哼！姐姐活得这么痛苦，不如我送你归西，一了百了，也算是成全姐妹情分。大小姐真厉害啊，太精彩了！必须抢先一步夺回沈星辰，这枚炼药之宝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墨玉抬手结印，调动深海所有势力，对秘境及周边海域展开全方位排查，搜寻线索。四人虽各怀心思，彼此戒备，但找到沈星辰成为当下唯一的共识，临时结成了脆弱而危险的同盟，所有注意力都聚焦在寻找沈星辰的下落上。姐姐哭起来真惹人疼，罢了，今日便饶你性命。不过，你勾引我那3位夫君的账可没算，等日后我成婚，我定要当着你的面，与我的夫君们好好恩爱，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郎情妾意。心肠如此歹毒，根本不配当这书中女主。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二皇女，大事不好了！有几机要失血，你即刻处理。哼！更让沈星辰羞愤绝望的是，被擒之初，他曾与一只硕大的癞蛤蟆同困牢笼，彼时受迷香和魅力体质影响，在情欲状态下遭轻薄。这份深入骨髓的屈辱，让他咬牙立誓。之后再见蛤蟆，必将其做成爆辣青蛙，挫骨扬灰。我原本以为原主的仇恨与我这个穿越过客无关，可亲身经历这一切后，我真的没办法再以旁观者的心态来对待你。沈天卫，你施加在我身上的痛苦，我必100倍、1000倍奉还。若不能亲手让你承受同等折磨，我便枉来这书中世界一趟。沈天威的钥匙。沈星辰还在诊所中专注疗伤，对外部的致命危机一无所知，寻期救援的希望彻底破灭。他的穿书之旅从孤身面对的个人绝境，陡然升级为团队团灭的生死困局。剧情直指穿书提前结束的终极悬念。真是没想到，你们竟对一个废除的皇太女死心塌地。明明只要归顺我，我便能助你们解除与沈星辰的契约，从此自由无拘，何乐而不为？我本已特意传递消息，给过你们机会，可你们偏偏不识趣，非要我亲自出手捉拿，倒是让我刮目相看。这倒是有趣。一条人鱼竟也这般头脑简单，与沈星辰相识不过数日，便甘愿舍命相救，想来是还没领略过他床上的风情，就被迷晕了头吧。不如归顺我，做我的洗脚男婢，日后我高兴了，或许还能赏你几分体面。是你眼瞎，看不出漂亮姐姐的好。沈星辰比你美上千百倍，心性更是比你纯良万倍，为他舍弃性命，我
心甘情愿，在所不惜。再说，你这般颠倒黑白，不如找楚思玉好好治治你的眼睛，免得日后看错更多事。你是来救我们的，沈星辰在哪里？他已改过自新，并非传闻中那般不堪，还请你放过他。这质地，这含义，和当初穿透我琵琶骨的铁链一模一样。是他，竟然一直是他在背后算计我们，追杀我们的势力，是不是你指使的？你为何前后态度反差如此巨大？我当初巧言令色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对付沈星辰。你还真以为我看重什么姐妹情，渴望天下太平？哼！醒醒吧，那些全是谎言。哼！给你们以炷香时间考虑，归顺我便能活下去。若执意选择沈星辰，那就只能死路一条。哼！你之所以千方百计针对星辰，不过是因为你处处不如他，嫉妒让你面目全非。给我往死里打，打到他们想清楚为止。沈天威的温婉是假面，帝都神府密室，苍白设计的刑具，夜半分毫皆源于此。他视人命为玩物，以施虐为乐。取提骨刀来，我要亲自剔出他们的骨头。住手！妹妹真是好兴致，独自观赏这般精彩好戏，也不叫上姐姐。放了我的男人，让你的奴才滚远点，我便放你生路。这银针涂有剧毒，稍一用力，你便毒发身亡。银针根本没毒，若他敢赌，我便毫不胜算。星辰，你快走！住口！我既来就没打算独自离开。放了他们，都按他说的做。别废话，立刻跑，不许回头！你们再不跑，我现在就死在这里。这次就饶了你。银针上是强效补药哦，妹妹好好享受。沈星辰实力不足，只能用诊所的新奇东西反击，筹码不过是沈天威的恐惧与忌惮。漂亮姐姐，刚才吓坏我了，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七主五脏受损，且地牢迷香与魅魔体质叠加，必须尽快与男子结合，否则可能因为灵力暴走而丧命。该死，都到这时候了，还要靠这种方式活，太屈辱了。我来，为了漂亮姐姐，我愿意付出一切。你个半路捡来的鱼妖，也配碰他？滚！来吧，我熟他的性子，不会让他太难受。我清楚他的伤处，能精准避开痛处。既然都想争，就打一架，谁赢谁有资格救姐姐。沈星辰瘫坐在地，脸色苍白，陷入屈辱与绝望。而身边四人的争奇之战，让这场生存危机更添焦灼。记住，你现在状态危急，我们来帮你。这衣裳古怪的很，既无盘口，也无系带，到底要怎么解？不许碰我！
谁敢进来，我就死给谁看。西土现在状态异常，不宜贸然靠近，免得刺激到他。伤口已经深得见骨，再不及时医治会丧命。我去查看他的伤势，你在外面放哨，防止墨玉和冷艳回来掀翻食物。叶家独一部分家，我比你更懂如何兼顾外伤处理与体质隐患。而且七主向来偏爱我的功夫，我更适合照顾他。你根本不只是盼着七主活着，你对他早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正统药师远比独医更合适，论医治，我才是最佳人选。七主，你是不是厌恶我了？以往你发情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，如今却躲着我，宁愿自己硬扛，也还是不愿让我帮忙。真白打了，根本拦不住。既然躲不过，那就随他吧。狼果然比狐狸更阴险，竟被他抢先一步，真是会做收渔人之力。我们不能一直守在这里浪费时间，应该前往乌村，把幸存的村民带回来。七主要想登上帝位，必须争取民众支持。他此前废黜皇太女的身份，让声名受损。如今唯有协助武村村民重建家园，才能笼络人心。既然要去乌村，顺便把墨玉也带走。人鱼临水难存活，他留在这里只会日渐虚弱。楚思玉对墨玉的生死本就毫不在意，此番独自下山更是另有盘算。他暗自忖度，若墨玉在缺水的山巅撑不住死去，届时便可取其肉充饥。沈星辰猛然惊觉，自穿越而来，竟从未好好沐浴过。长久积累的污垢与黏腻感缠附周身，让他对一场彻底的洗浴渴望瞬间达到顶点。我感受到附近有水的气息，大概率是天然温泉。我们可以前往温泉边休养，既能清洁身体，也能让七主疗伤。别有用心，分明是想趁机接近七主。从始至终我都对你一心一意，你看不到我为你做的一切吗？为何你总是忽视我的心意，反而对这些外人另眼相看？山巅平台的气氛再度陷入紧张对峙，一边是沈星辰对温泉的迫切渴望，一边是冷烟的委屈控诉，局势再度僵持。